我是今年才真正意义上的买了这部易经，然后就是听了一个讲易经的人，就是曾志强教授嘛。不能讲，不是易经不是一种学问，它不是你记在脑子里的东西，它更多算是一种算，就是你要演算，它是一套算法。他会给了你各种卦给你，对吧？你嗯得拿这个卦去算，但是他说你在算的过程中，你才能去体会易经的智慧。你在用的过程中，你才能知道怎么去真正意义嗯上的融会贯通到你的生命里去。这还教了一个就是算卦的那个方式，通过意念来算。易经一般是有上面一个卦，下面一个卦，就它是嗯上面是乾坤艮震什么那个我不记得，然后下面也有一个，相当于就是它一共两个卦组成一个整个的那个卦象。但是反正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去算，但是我算了一次，然后给我的想法又不太一样，相当于我拿他的那个解法去解，但是不太能解得懂是什么意思。因为我发现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玄的点在于什么呢？就是不在于它准不准，而在于心态的变化。就是嗯你看到这个卦象，就比方说就像你人生，其实跟人生一样的感觉，就是我现在是经历一个非常差的低谷，我现在非常糟，但是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？就像你看到这个卦，真的就是相当于那个卦里面有个坎卦，就是非常坎，但是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？然嗯后他又讲了一个事情，就是等于一个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，就是我在打仗前我会去算，假如这个将军算出来一个卦特别凶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那种，你说他遇到这个卦以后，他是真的就死了吗？不一定，嗯就你明白吧？就是最后这个教授他告诉我的一点就是，你最后不管算到什么卦，你最后你的心都是平静的，就是其实算到最后，就是你发现你不在卦里面，就嗯是你跳出卦的那个东西了，就相当于就最后就相当于就怎么说不好听的就是，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、各种卦象去拉扯你的心，但是拉到最嗯后你不动了，就像那个佛教说的，相当于就是嗯你能够非常稳定、非常稳的那个状态。然后我拉扯的有点远了，就是回到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点上来说。哦，对对，那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嗯，嗯，我觉对得你你对，对这个怎么看的？我觉得就是 Cloud 对易经的这个分析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深度。就是其实算卦它就是把我们嗯通过我们算卦、解卦、读卦的过程，就是让我们的心灵意识拉扯到一个非常抽离的状态，或者说一个脱离了七情六欲这种反应的这种低级状态。就是你能在解卦的过程中，你能体会到更高级的，或者说更加高层次的这种认知。其实易经八卦这类东西，它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万千世界做的一个抽象嘛，就是嗯它相当于是一个分类的学问，它把嗯世界的所有现象，不管是人事儿还是自然现象，它都分门别类的去呃总结到它的不同的卦象里边，嗯然后他找到了这些卦象之间的一些联系，然后嗯你通过去算卦解卦，其实你就能够看到一个对我们世界的一个更大的这种图景，你的视野或者说你的层次就会提升。就嗯，是对，如果你算卦之后，你的情绪波动非常大，其实这个卦它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害的。嗯对，因为你的算卦它其实如果引起了你的就是内心较大的波动，它其实会改变你的行为，也就是改变了你嗯的命运。是，
对，就是真正的算卦，其实你算到最后就是非常平静的，它不会引起你太大的情绪波动的。如果嗯你情绪波动很大，那我建议还是不要算卦。就对，是可能你需要学习的是这些卦象之间的理解，然后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心态下，你再去算卦。嗯，对的，就有很对，有很多嗯人算卦，他就是非常功利性的嘛。他比如说嗯求财啊，或者说求姻缘呢、其实我觉嗯得这都是不应该用来算卦的嗯，其实有点像什么啊，就是我觉得算卦、解卦，还有包括这个过程，就像于它是在修内功的过程，啊。对不对？对对，有点像是这种，就是可以这么理解，就像那《天龙八部》里面的那个什么叫做那个什么西夏皇宫一样的，对吧？你这个内功不到，你去看那些高深莫测的那些武功上的那些图，对吧？就是你看到那些嗯，卦，对吧？如果你要去你要去念，强行去念，你只会走火入魔，对对就是相当于是，就是相当于就是你被那个卦象给迷进去了。对对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比就是喻非常形象，解释的是，很好了。对的，对的，开不然后不是那个，看你怎么看。看，我觉得其实它那个每个卦象就是相当于一件事物它变换的规律嘛，就是所有的那个环境，那个周易，它跟周朝没有关系，它是指周围的环境，或者说嗯你要去旅行啊，你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工作呀，或者是一段人际关系，它肯定就是都是随着那个是斗转星移，它会不断的变动的嘛。然后呢，易经这64卦就是相当于抽象总结出来这64种规律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就是占到了自己目前适合于哪一卦的话，那就是平静的去首先接受它，然后第二的话呢，呃就是留意好我们怎么样去做，能够就是对于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。因为像那个易经，它不断的会提到君子有终。对，我怕时间没了，我还在嘚逼嘚的说，对，就是说就是不断的说君子有终嘛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自己，那肯定好人会有好报的。然后同时呢，就是包括风水的话也是类似的嘛，就是像福人自有福地居嘛，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心态都很好，就是而且他好到了超过很高的那种境界的话，那不管那即使他原来他周遭的风水好像很烂的话，慢慢的整个气场也会好起来的。对，而且嗯，命运它其实是可以变的，所有人测算命肯定都是希望去改命嘛，希望能够算不准，对吧？像算命先生有时候吓我啊，你必遭血光之灾，那我能不能改？我加点钱能不能帮你改一改呢？对吧？然后有的算命先生说你改不了，你就是这个命，加了钱也改不了。这是我之前听嗯亲戚说的，在黄石那边的一个笑话嘛。因为我们湖北黄石很多那些命理学的，包括我们这个村儿，就是我老家那个就是绍兴嘛，你可以在百度都可以搜得到那个邵伟华算命网，那是我们村首富。邵伟华，他原来是叫狗蛋儿的，后来出了名之后，他得改个名字，伟大中华，就叫邵伟华。他当时预测的算准的，就是东南亚有一些总统选举嘛，然后直接一炮而红。那些企业家呀，甚至有一些一些高级干部都去找他去算，然后而且一次性所以说做生意咱就是要挣那个优质客户的钱嘛，对吧？对吧？优质客户的话，他给的又多，而且这个情绪精神内耗又少。他算好之后，后来还给村里面修桥铺路，那当时还捐了有一个小学嘛，那硬件那也是给他以他的名字命名，邵伟华小学。然后包括那些庙的话，一捐就捐10万，对。嗯，是就是易经，我是感觉就是相当于就是
尤其现在我发现我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有好多都是讲这种内容的，相当于就是讲紫微斗数，讲什么那个这些黄极经什么，世，对对，黄金金饰，对，反正对，讲高这些内容，导易断，对对是，但我反正我是保持一个相当于就是我觉得开放。有一些对我是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吧，就相当于就是也不是完全那个，就是属于叫做就是我觉得是当个参考的信息。我觉得挺好的点在于，就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有一套算法在里面，然后而且它也结合了很多的这些八卦也好，包括像是易经也好，包括易理也好，还有包括道德经里的一点点那些东西也好，我觉得就是都会它都会有相当在里面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功利来说的话，它一定有不准的。它一定有准的，就相当于就是人们只会记得它准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会对，发现我大师都是如此，就是他只要有一次，就像你，包括博主也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人们只会记得他发挥最牛逼的那一次，就是那一次是他最，就是他最让人有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并不会记得他无数次中间可能不准，可能你可能觉得他是个骗子，甚至觉得他是骗子这种情况，但是他只要有一次准了，他有了这个影响力以后，其实其实都是如此的，对。就是我反而觉得，我觉得最好的是心态吧，就像我刚才跟那个你有我们两个在达成的一个共识，对吧？就是心态，就是相嗯当于就是人到最后就是，你不管你算成什么，我还是有我自己内心的坚持，就是我还是会有我，就相当于我相当于我不会对这个卦象有太多的这个牵扯了，对。就对是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这才是最后，就是相当于你就像说的，你学佛也好，你去你去这个搞玄学也好，搞什么也好，你最后是解脱，你不是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去了，只对，是还有就相当5秒钟，于就是对，预听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谢谢你们。好，非常感谢啊！剩下的章节呢，我们会在下周更新，请订阅支持一下吧，让我们幸福喜悦吧。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，实际上是一种幻象，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，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，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。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。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，将自己交给了灵魂，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。我是谁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？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，意识到无限的爱，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。